大家好，我是阿强。大家好，我是 Luke。Luke，我们今天晚上想聊一个尺度稍微大一点的话题。有多大呢？对，很大很大。因为我上一次采访一对重庆的同志朋友，其中的一位就提到说呢，他有一天抓包他的小男友在卫生间里独自泄欲。有的时候他突然想要的时候，他会体谅到我，可能那个时候我比较累或者怎么样的，然后我说他就会自己去那个啥，然后我就非常抓包了。那个时候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出一些，就是这个人其实根本不爱我，只是假装和我在一起，是这样的想法。当时他的心里很难过，因为他觉得说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偷偷的在那里泄欲，是不是因为不爱我了，或者你对我失去了兴趣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。你觉得说朋友们一起生活之后，这种情况常见吗？为什么有的人要自己在那里打飞机呢？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事情吧。哦，可能很多人是单身的时候都是靠自己来解决，所以逐渐养成这个习惯。可能习惯很难戒。就算有了伴侣之后，他这个习惯还要继续保持着，对吧？对。比如说他自己精心的挑选一部小黄片儿，对。然后的话呢，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，随着情节的发展，然后获得自我的满足，有可能是他放松的解压的一种方式。对，是的。有没有可能像有的伴侣之间，比如说其中一个人他的欲望强度更高一点，而另外一个人呢，可能他的欲望的这个指数稍微低一点。比如说他平时呢，他们两个人很难同频，那所以多余出来的这种能量，他需要找到一种释放的一种机会和空间。对，是的。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啊，每个人的欲望都是不太一样的啊。还有一些人是不是因为单纯的就觉得说打飞机更爽呢？有吗？我觉得获得不一样的快感吧。对，因为他可以自己控制。因为打飞机他可能需要有一些助兴的东西，可能这助兴的东西是他喜欢的，明白，能够激起他性欲的一种东西，所以他对自我的这个精准度的把握可能要比其他人准确，比较了解自己，对，该用力用力是吧？该上火候上火候，好，所以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我想问你，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？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两个，如果我发现了你独自泄欲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那不行，我要看到我会很生气的。那我可能会加入进来，我帮你。我自己在想这个事情哈，我不是要控制，我是因为有控制欲吗？并不是。比如说像我这种人呢，我会有一种延迟满足、延迟等待的这种满足感，就是说，如果我要去出差的10天，我就会想说啊，我要忍住，然后我回家的时候跟我的伴侣有更所谓的小别胜新婚，有更亲近的这种伴侣关系，然后我就觉得那太美好了。所以呢，如果我在拼命的忍的这个过程里面，如果我回来我的伴侣已经偷偷的释放了，然后我就会很生气，因为我就觉得他不够努力，然后他不够自律，我会有很多的评判在里面。前年我在耶鲁的时候，我先去2个月，对不对？我都没有这方面的，比如说打飞机啊，我就觉得说我要等我的伴侣过来一起。我觉得没有必要。应该获得快感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获得。当你有一个期待的时候，我可以等待，可以忍耐的，或者说我的感觉会更好。对呀，绝对不一样的。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讲，我是觉得说，好像这个部分里面加入了我对情感的一种投入。我为我的情感投入了这样一种元素在里面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这种人的想法。对。但是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控制欲啊？你要控制你伴侣的身体。对，我觉得我不是。我不是，我期待在这个伴侣关系里面，因为那种延迟满足而带来的更好的体验和投入度，和激情。我觉得你可以额外释放自己的一些精力啊，跟出去约炮相比，这个根本不值一提的小事啊。其实我今天就这个议题呢，还采访了另外5个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其他的朋友怎么讲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对，我现在觉得可以啊，我不会在意啊，我会给这个空间他，等他打完我们再聊聊。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出去一下。这个事对我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最开始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聊过这个问题。他说我问他，怎样才算出柜？自己打飞机算出柜吗？他说算出轨，就是不能自己打飞机。那我说那我跟你一起打，他说那行。那就做爱。但是这个问题随着我们一起时间久了，也会不停的交流沟通嘛。可能这个就慢慢的就放宽了，最后的你可以，你随便你喜欢什么时候打自己打都可以。我们有时在一起去外面旅行，有时他也会打飞机，我对这个事情我不在意，这样。你会觉得尴尬吗？我
当下可能会有点尴尬吧，如果第一次见到的话，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没问题的。对，sorry 打扰了，然后等你合适了，你再喊我回来就好了。你不会觉得说心里会不舒服吗？我会觉得那是他的空间，就会觉得应该让他自己先享受这个过程，而且我很担心，就是说如果他在自己玩玩具或自慰的时候，我打扰了之后，会让他有种对这个体验是不好的。然后呢，后面就做这个行为，他就非常的恐惧。我就在想这个原因是什么，就是我刚才想了2个原因，要不是为了省纸，要么就是为了可能卫生间有镜子，照他比较自恋，喜欢对着镜子吧。如果你好不容易就突然之间上洗手间或者推开门进去的时候，发现就挺好玩，还挺好玩的呀，还有一点点那个，对，就是气质的感觉啊。那你会觉得说临时加入？对啊，我觉得可以啊。但如果他不喜欢我，那他继续一个人我也 OK 啊。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目前的阶段来说，这不是一个问题。你们在一起几年了？7年多。觉得玩小玩具吧，就是自慰的话有自己来，也有用玩具，然后我会觉得2个人如果同时搞这个事儿，你还得天时地利人和。一个人的话就是只要自己天时地利人和就行了。所以你也不会想说，哎，为什么我们俩在一起，你还打飞机没有满足我呢？或者说怎么样的？我觉得没有吧，因为有一次我确实就是我跟他去外面旅行，那个在北海的时候，因为我中午都有午休习惯嘛，然后我午休习惯之后，我发现就是他应该是刚刚就睡过，然后这个事情我就问一下他，他说看着你睡得那么香，我真的不忍心吵醒你，然后我也觉得也还好，对，我没有很在意。你心里不会觉得有点难受吗？不会。比如说我今天在外面出差10天，好不容易想等回家来一场猛烈的那个所谓的小别胜新婚。如果我出差10天，其实我还有点愧疚呢，我没有满足到他。对，所以我是允许他以他的方式，然后得到一些快乐吧。OK， 对，在他满足我的情况下，他自己再打多少飞机都可以。如果他说不好意思，我已经不能满足你了，因为我已经打过了，我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我自己的话也会觉得你这样弄，我就突然我觉得我不举了。对，但是总体来讲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我觉得要做到2个人可以就是一起去玩玩具的话，还是一个过程，它不是那么快的。我感觉听他们刚才说一下就可以一起，我觉得比较难。好的，你不会有一种觉得说我有那么不重要了吗？你都一个人独自完成了，或者是就是不会产生任何的心理波动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但是对我自己来讲，如果我跟他在一起，那我基本上是需要在他的协助下完成的。对，所以如果他不想，或者说他能够自己完成我也没有很在意。你会觉得他省了你的时间？可以这么想，对。如果因为你一旦打完飞机以后，你这伴侣之间的性的这个投入度会减低，所以就会降低了你跟伴侣之间的性的这个质量。从这个角度理解呢？那就要聊一下怎么解决了。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小明，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后来我就在浴室里面装了一面全身镜。真的？但是我装这个全身镜的时候，最开始的想法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是提醒我自己，就是洗澡的时候看着身材有点胖，要减肥但是我觉得后来也有这个你说的这个作用，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身材或对方的身材。你对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呢？请在我们的评论里面留下你的观点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